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77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李宁的预帅17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预帅这一个系列绝对是国产篮球鞋当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系列了，不知不觉都已经来到了第17代。在15代取消掉了高端路线之后，15、16代改为了高低帮的版本划分，率先推出高帮，然后再推出低帮的 V2 版本。从15、16代当中不难看出，低帮的 V2 版本一般在整体的用料以及质感方面会有更好一些的表现，而这一次的17代应该也是走的相同的路线。率先推出的高帮版本在用料方面确实算不上好，甚至看上去有一些廉价。但是如果大家想想以前的普通版本预帅，应该你们也就能够接受了。在配置方面，预帅17依旧使用了全掌的泵，加上外侧大面积的软质 TPU 包围，在后跟处做出了大面积的镂空，露出了很大一块泵。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 TPU 混纱，加上热熔材料的双层鞋面，强度表现非常出色。在鞋头使用了 Mono 网纱，加上大网眼编织鞋面的组合，保证了球鞋的透气性表现。在重量方面，单只42码420克，重量表现确实比较一般。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在内长方面略微有一点点的偏短，但是如果选择43码就会明显长出一些来。在选择42码的情况下，穿薄袜子的时候还算合适，但是穿厚袜子的时候就明显会有一点顶脚了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在实战方面，我们依旧还从大底开始说起，在大底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，抓地以及吸灰两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，并且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十分出色。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，读数在65以上，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没有什么问题。在场地的适配方面还是比较广的，基本上什么场地都可以驾驭，即使在有灰的场地上面打球，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，大底表现确实不错。而在中底方面，整体表现只能算是一般，中底泵的厚度确实非常可观，让这一双鞋拥有了出色的缓震表现，即使单纯有脚后跟着地，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。但是中底的泵并没有出色的力反馈，在突破的过程中，中底的反馈力度并不明显，在跑动时或者是突破时，脚底下并没有明显的推进感。不过中底的重心控制的还算适中，虽然场地感表现并不是特别棒，但是在突破时脚底下的感觉还是比较直接的，并不会有明显的泄力感出现。中底的整体调教就是偏向于团队的一个调教，并不出彩，但是基本上在缓震以及反应性这两个方面都有顾及到，依旧是非常预帅的感觉。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比较适中，穿在脚上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，加上它流畅的中底过渡，对于运动习惯的适配还是比较广的。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，都可以选择这一双鞋。但是由于中底的泵在力反馈方面并不是特别出色，穿它在跑动时的感觉只能算是比较一般的，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滚动感，这一点确实有点可惜。不过这一双鞋的中底不存在任何的内扣现象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而它的中底刚性表现依旧非常出色，并且在足弓处也做出了非常明显的支撑设计，再加上出色的鞋面强度，整双鞋的强度表现非常出色，不管做什么动作心里面都非常踏实。在做一些对抗蹬地或者是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，脚底下的球鞋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，整体的鞋身姿态能够保持得非常好。鞋面的整体包裹也十分不错，球鞋的鞋楦略微偏宽，会更加适合脚型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。我偏窄的脚型穿这一双鞋，在做变向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脚在鞋内的位移，在急停的时候也会有轻微的顶脚趾现象出现，不过都不是特别的明显，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在后跟处的锁定做的没有什么问题，在跑动或者是突破启动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的掉跟现象。不过它的鞋面存在着一定的舒适性方面的问题，如果把所有的鞋带孔全都穿上，系紧鞋带之后，在脚踝内侧它的金属鞋带孔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硌脚感，所以我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都会把最后一对鞋带孔给空出来，不穿进去。当然大家也可以放心，即使是不穿着最后一对鞋带孔，它的后跟锁定表现也完全没有问题，不会有掉跟的情况出现。还有它后跟内部的这个小枕头也存在着一点点顶跟尖的情况，整体的舒适度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。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总体来说都是比较不错的，整体的支撑抗扭都非常棒，稳
定性也非常出色，穿它打球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。球鞋前端大面积的透气网眼也保证了球鞋的透气性表现，夏天穿它打球捂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，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办评级 B 减，这一双鞋的整体实战表现非常的中庸。当然，作为一双团队鞋款，我觉得这样的调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现在球鞋市场上后卫鞋的占比真的非常大，每一个品牌都有能够拿得上台面的后卫鞋可以供你选择，但是反观内线鞋款却越来越少。毕竟大家都知道内线不卖鞋，对吧？而这一类偏向于团队的鞋款也就慢慢的成为了偏内线球员的选择。而今天这一双预帅17，它的整体调教也明显更加偏向于内线，出色的缓震、优秀的稳定性，再加上足以应对高强度实战的整体鞋身刚性，这些都是偏内线球员的刚需。而在灵活性、中底的力反馈、跑动时的滚动感这一些外线球员更加注重的点上面，它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出色了。如果你的打法偏向于内线，我觉得这一双鞋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。虽然它的鞋面存在着一点点舒适性方面的小问题，但是对于实战的影响并不大。但是如果你的打法偏向于外线，那可能等一下后续低帮的 V2 版本会是更好的选择。我也希望低帮版本不管是在鞋面用料或者是实际的穿着体验方面，跟这一双高帮的预帅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。希望后续的 V2 跟 V1 能做出比较明显的差异化，而不是单纯的把鞋帮砍掉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